你敢打我？就打你了，怎么着？去街上集铁柱要去见的这个人就是南乡的质保会主任薛洪昌。铁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一直都想来看看薛叔，也想感谢薛叔今天帮忙赶走那个赵万田。那个赵万田在南乡没几个怕的人，但他敢不听我的话，我能揍嘎他。整个南乡谁也别想在我的面前放肆。薛叔一看就是个直爽豪气的人，我现在就是摸不清农叔到底是啥意思。铁柱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农叔其实也是为了乡民好，但他的方法用的不对，合同都签了，钱也拿了，说反悔就反悔，没有这么干的。说难听点，这是耍臭无赖。南乡发现煤矿是好事，我们都应该支持，这样大家才都能有好处。农叔一心想把煤矿给霸占，老实说，我是有想法的。农叔要是有你这么开明就好了，你说的是最对的，有啥想法大家可以商量，那么做的话谁心里都不服气。农叔要是能听听你的话那就好了。农叔这个人特别倔强，一般人说不动他，平时不管对错大家也都是尽量的忍着，有的时候我都很生气，他现在的想法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，都这样了，农叔还想干到90岁呢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些啥。见火候也都差不多了，铁柱把提前准备好的3000块钱拿了出来。薛叔，这钱你拿着。铁柱，你这是干嘛？薛叔，我的煤矿能不能顺利的开发就看您的了。农叔那边我不指望，他不想赚钱那是他的想法。薛叔只要把场面给我镇住，让赵万田那类人离煤矿远点，以后每个月我都给您3000块钱，就当是我雇您给我当安保了。你这也太客气了，这点小忙还至于你花钱啊？煤矿这块你尽管弄，只要有我在南乡，谁也别想捣乱，农叔也都算在内。他有啥想法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他也没法子。薛叔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，那咱就说定了，以后我煤矿的安保工作就交给你了，别人我也不相信，我就相信薛叔您。与此同时，农怀安可就高兴不起来。农怀安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南乡可以了，都不把管理部放在眼里了是吧？合同都签了，你嘴唇一翻就想反悔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？我听说你还敢威胁人家铁柱，说什么不准再踏入南乡一步，你也是老同志了，我们信任你才让你坐这个位置，可是你都做了些啥？不想干了是吗？那就换人。说你是老糊涂，你还觉得委屈是吗？你知不知道铁柱的后台是谁？人家是省资源管理部总裁岳启耀女儿的男朋友，你这不是疯了吗？招惹别人也先看看这人是谁啊！农怀安被训斥的是满脸惊恐与痛苦，他哪能想到铁柱的背景势力这么吓人？宋总理主任、蔡主任，你们教训的是这件事的确是欠缺考虑，合同还是合同，煤矿还是铁柱的，以后我一定深思熟虑再做决定。你现在说这些没用，得看人家铁柱的态度，你还是先给人家赔礼道歉去吧。另一边，铁柱回到住处时，却在楼下的不远处看到岳林跟应家浩在说话。应家浩，我不知道你居然是这种人，你不让纺织厂卖面料给铁柱，你让他的工厂怎么生产？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难道他做的就不过分吗？我只不过是给他个教训，让他明白跟我抢女人是最大的错误。现在这个世界早已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美好世界，优胜劣汰的规则只能是让铁柱那样的人被淘汰掉，也只有我这样的社会精英才能适应这个世界的改变，而你也只能是在我这里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生活。所以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我只是知道你这么做就是不择手段，就是不光彩。你让我觉得你现在很是可怕，所以我们的谈话也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。以后你也别来这里，我是不可能见你的。我是来告诉你，伯父半个小时后到会市，他让我跟你一起去接他，你也不想让伯父生气吧？我爸是为铁柱的煤矿来的，跟你没啥关系，要去接也是我跟铁柱去接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吧，就不麻烦你了。让他开着他的4轮子去接伯父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话音落下，铁柱微笑地来到两人近前，还未等岳林说话，铁柱猛然一拳正中应家浩的下巴。你敢打我？就打你了，怎么着？你给我等着！我还以为你挺大能耐呢，你的那些下三滥在老子面前啥用没有？你在岳林的眼里都不过是垃圾一个，以后见到老子乖乖的鞠躬行礼，亲切的喊老子一声爹。现在给我滚！应家浩恶狠狠地也看了铁柱一眼，便转身离开。这种人就欠揍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你在这看着，我能打残他。打就打了，他也是做的太过分，只是这个人睚眦必报。打他就不怕他，咱现在去接你吧，不用管他。到了火车站时，岳启耀跟他的秘书小周正好走出站台，铁柱跟岳林才想上前，应家浩却抢先一步赶在了他们前面。伯父晚上好，您一定累了吧？我已经在会市酒店给您安排了房间，我先带您跟周秘书去吃饭，然后送您回酒店休息。你这跟人打架了？
没什么的，跟个流氓打了一架。我不是说就让你跟家浩来接我吗？他来干什么？爸，铁柱是我男朋友，来接你有啥不对的？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让他做你的男朋友，在我的心里，只有家浩是最合适的女婿人选，也是最能配得上你的人。你让他回去吧，你跟家浩陪我去吃饭就行，我不想看到这个人。那你跟应家浩去吃吧，铁柱不去，我也不去。小莲，我早说过你爸有点老糊涂，根本分不清谁好谁坏，这主意都好意思说出口。爸，我知道你是来看煤矿的，那煤矿是铁柱的，你不让他去，你跟谁去看煤矿？铁柱，说起煤矿，我也有话对你说。我并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想问你，现在你有开发那个煤矿的能力吗？如果你开发不出来，握着那个煤矿资源又能有啥用？我看这样吧，你把煤矿的开发权交给有能力也有资金的家浩吧，等他开发出煤矿，多少分你点钱也就可以了。此话一出，铁柱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看不起他可以接受，但是想霸占他的利益绝对不可能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干？那煤矿可是铁柱发现的，你凭啥说给人就给人？琳琳，伯父的决定是正确的。以铁柱的实力，他能掌握住那个煤矿吗？这次如果不是伯父出面，他甚至连几个农民都搞不定，这样怎么去开发煤矿？再一点，伯父是专管煤炭资源的，只有把煤矿交给我，才能满足伯父的需求。这也关乎到伯父的仕途跟前途。你作为伯父的女儿，应该支持他才是啊！你们这是欺负铁柱，你们就是一群强盗。伯父，您的想法不错，但是却不能实现了。我已经跟南方的煤炭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，人家投资500万元入股我的煤矿，并且享有煤矿的开采销售权。重要一点就是，所有的煤炭直接销往南方市场。之前答应您的那10万吨煤炭，可能也无法给你了。整个煤矿超过7000万吨的储藏量，全部都要给南方市场，所以煤矿这块你也没必要去看了，跟辉省以及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说什么？岳启耀当场惊愕的眼睛都瞪得老大。会省自己地界的煤矿，会省却1斤煤炭都得不到的话，他这个煤炭管理总裁就可以直接回家去种地了。小莲，我是真想帮伯父，可是人家不用，反过来还想抢我的煤矿，我可不想跟他吃这个饭，要吃你去吃吧。我也不去，咱俩一起走。俩人相视一笑，转身就走。琳琳，让铁柱跟咱们一起去吧。然而俩人连头都不回。你真的跟南方的煤炭公司合作了？哪有啊，你爹跟殷家浩都特么要疯了，俩人一唱一和的，给点音乐俩人估计都能抱在一起跳段贴面舞。我惯着他们的毛病，那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他也就是你爹，换做别人早大嘴巴子抡得他男女不分了。我爸喊咱俩呢，咋办？不理他们，让他们先着急着急。你咋那么坏呢？男不坏女不爱，媳妇我带你吃卤肉去。伯父，您觉得铁柱说的是真的吗？真也好，假也好，铁柱是不可能把煤矿让出来的。我还是低估这小子了，也难怪玲玲对这小子死心塌地，看来他还是有点手段。俩人回到了电影院附近，在一个路边摊吃起了小吃。岳启耀也无奈地凑了过来。爸，您要不要来一份？这可是会市的特色小吃，铁柱经常带我来吃。给我也来一份吧，我尝尝看。吃的时候少放点辣椒油，否则容易上火。铁柱，我承认有点考虑不周，对你也不太公平。这次你跟南方煤炭公司的合作还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没得商量，合同都已经签了。你以为啥都是你说的算？你想要煤也可以，价格方面没有任何优惠。现在煤炭资源的缺口非常的大，价格也是水涨船高。优质煤块的价格已经涨到了45块一吨，连3等煤炭的价格都要28块一吨。那还得看我的心情，如果好的话可以卖给你一些，否则你1吨煤都拿不走。我这次来会市还是想先去看看那个煤矿，明天你亲自带我去看看吧。爸，明天是中秋节，我跟铁柱说好要回去过节的，后天再去看吧。也行，那我就在会市多待2天。明天晚上我回来陪您吃饭。几句话定下之后，岳启耀便起身跟着应家浩一起离开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铁柱也只是不屑一笑。